魏无羡见周身隐约有发亮皱纹浮动，心想：灵力强劲如斯，不愧是蓝忘机，受其压制，来临自然不敢说谎。但他可以不答，所以魏无羡就不答了。蓝忘机大约是第一次遇见不答他问题的灵体，清冽琴声又响了一遍，魏无羡还是不答。废话，他要是说了，蓝忘机一定马上擒他，说不定还会恼怒，将他错认为倾慕的姑娘，罪加一等。见他不言不语，琴音一转，换了个问题：因何而亡？这倒是不好解释，反是围剿，总不能说修习歪门邪术逆了天道。魏无羡干脆也不答，琴声未停，徐徐流泻而出：为谁所杀？这也不好说，杀他的人太多，是人是鬼都不知道。哎，问个问题也这么一板一眼，蓝湛你就不能问点好玩的？不答不答。连续3个问题无人应答，琴声停了片刻，大约是在思索。片刻之后，弦音再起：何方人士？魏无羡略一沉思，答道：云梦江氏。他没答夷陵，也算不上说谎。琴音很快响了：为陵几载？见蓝忘机竟问些试探身份的问题，魏无羡答得简直要打呵欠：13载。琴音突然变得强劲起来，像是有人用力勾起，然后狠狠弹回去：曾见魏婴乎？魏无羡呵欠打了一半，僵住了。他半张着嘴，血液全冲上了大脑。这个调子他听了10年，蓝忘机在他面前弹了10年，竟然都是曾见魏婴乎？见无回应，琴音急切，连着重复了2遍。魏无羡没答，他根本不知该如何作答。蓝忘机一直在找他，还找了他这么多年，他找自己做什么？是担心夷陵老祖重归于世，还是有其他的？会有什么？那位织花的仙子？魏无羡喉中干涩，琴声在响，清冽冽几声，还是相同几字，似乎他不答便不罢休。他神使鬼差般道：有。琴弦一声锐笑。魏无羡以为蓝忘机接下来大约要谈些何处见之一类的慢慢奏问，然而琴音更加急促，吭吭3个音：魏婴乎？魏无羡简直错愕了。蓝忘机一问接一问，全冲他而来，着实让他措手不及，呆若木鸡。谁都说他记性不好，大概是真的不好。魏无羡却突然记起百凤山围猎后的2个月，蓝忘机夜猎途经云梦，他已在亭台楼榭边见长街尽头有人雪衣负剑缓步而来，两旁修士皆被其气度震慑，诺诺不敢言，只有他无聊，差手下飞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掷花。蓝忘机居然也不恼，见其拈花，魏无羡心情莫名大好，舒眉展颜间，正是一朵粉色芍药，不偏不倚，落在那人鬓边。而后蓝忘机登楼而入，门帘叮当作响，放下的一摞花里，唯独少了那只粉色芍药。他吩咐少女斟酒设座，又笑道：难得你来一趟云梦，真的不品品这里的美酒。不过酒虽美，还是比不上你们姑苏的天子笑，真真乃酒中绝色。日后有机会我再去你们姑苏，一定要藏他个10坛8坛的，一口气喝个痛快。蓝忘机书里夹着的正是一朵芍药，蓝忘机进士里藏着的是满教的天子笑。魏无羡心中巨震，琴声激荡，荡得他胸口快碎开了去。他嘴唇动了2下，没发出任何声音，弦音却一个急转，急奏诵灵，一身皱纹退了个干干净净。魏无羡又轻飘飘立在半空，刚在一团漆黑里待了许久，突如其来的亮光刺得魏无羡双眼涌泪。他迷迷糊糊了一会儿，猛然反应过来，赶紧往那具兔子身里一钻，还好仍是温热的。刚抬头，就听身后一声暗哑：魏婴。蓝忘机说话一向无波无澜，最后那个音却破了，在喉咙里哽一声。魏无羡急慢地回过头去，上是在玄武洞，他无意撞见蓝忘机流泪，深感要命，而他自己胸口挨了一烙铁，恶化发烧，在地上滚来滚去说胡话。他本以为两人最狼狈的时候都互相见过，算是扯平了，没想到怎么都是扯不平的。蓝忘机脸上一片湿润，道：魏婴，你回来。魏无羡是真的忘了很多事。那年他偷下山去买酒，翻墙回来时，恰好撞见一个白衣少年，面容十分俊雅，目光却如霜雪笼罩，道：云深有宵禁。魏无羡遇人自带半分熟，笑嘻嘻提起一坛酒：分你一坛，当作没看见我行不行？
他本有意讨好，不想对方完全不吃这一套，只道云深意敬酒，还打翻他一坛天子笑。最终两人披着满身月光，大打出手，当真是年少轻狂。及至温家强迫各家派遣子弟赴往岐山受教，木樨山玄武洞，妖兽当前，魏无羡自己被人一掌推出，蓝忘机却差点被咬断一条腿。两人在洞底一身伤痕，摸爬滚打了3天，最终合力猎杀屠戮玄武。蓝忘机撬开妖兽牙关，将他提出来时，连手都是颤抖的。之后他发烧闹腾的厉害，那人破天荒唱了一支曲子，是叫什么名字？再至百凤山围猎，他蒙眼垂足，靠在树干间小憩，一时大意，竟被人按在树上，拧着手腕偷了个亲吻。他本以为是哪家胆大的姑娘，却早该想到，那时候闻到的气味便是蓝忘机身上的檀香。而如今檀香依旧，琴曲仍响，玉兰又开，却有人魂未归来。魏无羡闭上眼，机不可闻一声叹。他化成兔子的第一眼，蓝忘机恐怕就认出了他，只是苦无证据，整日问灵，一为寻见过魏无羡的来临，确认其身份；二是恐魏无羡遭受反噬时魂魄受损，若同为非人，或能略知详情。这人生来便是天之骄子，一生端方雅正，不染尘埃，居然也有辗转10余载求不得的东西。魏无羡没想到欠下这么多，利滚利，恐怕下辈子也还不清了。他没退也没进，一动不动。蓝忘机看着他，浅淡眸子色沉如水，并非魏无羡不想动，他心中惊诧，却更惊诧其中道不清的一丝喜。但他立在窗台上，头晕目眩的竟站不住，心想还是晚了一步，这具兔儿身怕是快不行了。蓝忘机似乎还说了什么，但魏无羡一句也没听清。他脚下一软，往后翻下窗台，坠地也不觉痛，神智都被扯入一个漩涡里，挣脱不得。转了不知多久，四周突然寂静无声，他脸贴地重重摔在一片冰冷黑暗上。韩光俊的兔子死了，1日内蓝家子弟间传遍了这个消息。蓝忘机闭门不出，蓝思追抱着兔子，和一群小辈们大哭着去后山立了个种。蓝景怡一边挖坑一边抹眼泪，还不忘往土坑里塞了个苹果。蓝家小辈上上下下都被魏无羡骚扰惯了，当下心中竟生出一股空荡荡之感来。晨读练剑时频频走神，字念错了好几处，惹得蓝曦臣忧心忡忡，还未来得及习惯这股空荡荡。3天后，莫家庄传出急讯，走失肆虐，恳请各仙门世家援助。蓝忘机自然接帖，不多言语，付了长剑古琴，出阵夜猎。蓝思追、蓝景怡等小辈随其奔赴莫家庄，一路抽抽搭搭，长吁短叹。魏无羡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，他刚睁开眼睛就被人踹了一脚，一道惊雷炸在耳边：“你装什么死？”魏无羡费力地抬起眼皮，脸还贴在冰冷的地面上，脑子里一团浆糊，像是做了个无比长的梦，梦里一股檀香，自己还成了只兔子。仔细去想，却又什么都记不清了。唉，睡糊涂了吧？魏无羡翻了个身，一脚再次踹到胸口，他被这当胸一脚踹得几欲吐血，后脑着地，仰面朝天，终于彻底清醒过来，眼里一方昏暗屋顶，一张没烧倒掉的脸。这谁？这哪儿？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暴躁？魏无羡半死不活地躺在地上，旁边一个公鸭嗓的年轻男子一边骂骂咧咧，一边到处砸东西，哐哐哐砸得魏无羡头痛欲裂，胸口依然气血翻涌。魏无羡咳得惊天动地。那男子砸得屋里一片狼藉，直到再无东西可砸时，才带了仆从大摇大摆而去。人已走远，魏无羡爬不起来，还是在地上半死不活地躺着。说好的穷凶极恶腥风血雨呢？他摸着胸前2块淤青，一点重生的快乐都没有，心口像是堵着一口浊气，闷得5脏6腑都痛。魏无羡总觉自己忘掉了什么人什么事，却想破脑袋也想不起。不过他一副没心没肺相，又能忘掉什么人什么事？但那口浊气总归是堵着，越聚越多，竟似要破膛而出。魏无羡费力地蹬了半天腿，依然躺在地上原地打转。他又奇怪，总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，似乎何时也曾脸贴地躺在草皮上，头昏眼花，蹬腿爬不起来。而之后有人将他抱起，手心温热，但怎么都想不起来。再去想，连这一幕也模糊了，只记得那时他在心里叫道：“哎呦！”魏无羡终于张开嘴，响亮地叫出声来，浊气尽除。
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